我和他在一起快2年了，一开始我们特别相爱，后来我犯了一个错误，我知道这伤了我和他之间的感情，我非常后悔，一直在努力的去弥补这个错误。他把我的心都伤透了，可是我真的很爱他，放不下他，于是我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但我的心里面一直有一个打不开的结。我觉得他只是嘴上说原谅我，其实心里一直没有迈过这个坎，一直揪着那件事不放，而且对我做了很多很多过分的事。难道犯了一次错就一辈子是罪人吗？找回彼此的信任是需要时间的，我没觉得我做的事有多过分，他根本就不理解我多担心悲剧再次发生。我觉得他心里早已经把这种感情判了无期徒刑，再这样无谓的坚持下去，真的没有任何意义。一个人犯了一个错误，到底需要用什么东西来弥补？有些人说，那要看这个错误犯的是大是小。今天就有一个人说我错了，另一个人说我原谅你，可是在生活里，这个错误变成了他们之间最大的痛。掌声请出他们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孟27岁，来自湖南技术员；女嘉宾小曹24岁，同样来自湖南，是一名文员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怎么就这个情绪呢？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办法跟他在一起了。OK， 咱们从头开始说好不好？怎么认识的？认识多久？之前是朋友聚会上面认识的。朋友聚会。对，然后认识已经快2年了。朋友生日，然后我也去了，跟他一起聊得比较来，觉得很投缘，然后我就试着去追他，然后他就接受了，他就答应了。那不是挺好的吗？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的爱情已经变质了。我之前犯了一个错误，但是之后我一直在努力的去弥补，可是他还是揪着那个错误不放，到现在甚至以这个为借口去和其他女生玩暧昧，我实在是触及到我的底线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。我那根本就不是玩暧昧，好不好？我那只是跟他们平常很普通的聊天啊，你又默默和那些女生聊天，你问他是不是女生寂寞了？问他出来约会，你觉得这只是普通的聊天吗？你现在过来指责我，你有什么资格现在过来指责我呢？我是你女朋友，为什么没有资格指责你？你之前犯的错误还不够大吗？你犯了错误，我还原谅了你。可是那只是一个意外，我跟你解释过了。你那个是意外吗？你之前跟那个大伟的时候，你常跟他联系，你跟他联系的时候，我跟你说过了，我只是崇拜他，对他没有男女之间的那个爱情感情。如果你跟大伟只是普通关系的话，我根本不建议。但是你跟他呢，最后呢，他去年7月份的时候，他之前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喜欢旅游，然后就加了一些群，进行跟一些陌生人出去旅游。后来一次去，我让他去了，然后我不知道他是跟大伟一起去的。大概不用说，每个人都能体会出来这点事儿了。我为什么打断你？我有个前提想问你，你今天来干嘛？如果你说你要接这个女人的丑，你可以走；如果你说你想挽回跟她的情感，我们可以谈。你来干嘛？我只是觉得他本身犯了错。你来干嘛？我是不同意他跟我不同意。你不愿意跟他分手？是的。那我们再说白了，就是这个女生在跟你交往期间做了男人无法容忍的事情，可以这么说吗？可以。然后这是多久之前的事情？8年前。你能原谅他吗？如果你能原谅他，你就原谅他好喽。如果你不能原谅他，你跟他分手。你现在是不想跟他分手，对不对？我原谅了他。你原谅了他，就 OK 了。主持人是这样的。那这件事就可以过了，我们就不说这件事了。你原谅没原谅？我是给了他一次和好的机会。他如果真的原谅我的话，他不会让我做那些事情。他让你做什么了？他说要我所有都听他的，每天吃饭的时候，即使是在餐馆里面，他都要求我
对这件事情跟他忏悔，去保证我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。之后每天还要求我写100字的那个道歉书给他。最开始我都是写了，就是我还在网上找。你写了吗？你后面还写了吗？到现在也差不多快100封了吧？你后面没写了呢？我要求你每天写，你没写了呢？现在？那是之后发现你跟其他女生玩暧昧，我才没写的。你没有达到我的要求了，你现在已经没有达到我的要求。姑娘，你为什么要写呀？因为他之前，他前任也是因为这种事情跟他分手，所以我就很在乎他。然后我觉得我对不起他，在这段感情里面我犯了错误。而且他答应跟我和好，就是因为我所有的事情都听他的，所以我才愿意去做这些事情。然后我写道歉信的时候，我在网上找那种就是心灵鸡汤，希望能够让他早点忘却这段悲伤的事情。但是他每天都是让我去忏悔，让我去接这个伤疤。这个是为你做出错误的决定，你所应当承受的一个结果而已。不是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我跟他情侣关系啊，情侣关系。她是我女朋友。她是你女朋友？对。可是你现在没有把我当女朋友啊。哎，你为什么不走啊？你这么委屈。但他不允许我走，他不肯跟我分手。那为什么呢？他觉得我犯了这个错误没有办法原谅，但是他也不肯跟我分手。他之后还做了一件。我不是不跟你分手，当初我跟你分手的时候，是你来苦苦哀求我。你跟我说了什么？你说只要我能够原谅你，我提出任何要求，你都可以答应。这个是你自己说的，所以我才给你提要求啊。你提的要求我都答应了呀。我都做到你提的所有的要求，我都做到了。可是你没有必要，就是连我闺蜜到我们家来做客，人家手机放在桌上，你都去查她的手机，去看我跟她的聊天记录。你翻我的手机，我也让你看，我手机从来不设密码。可是你没有必要吧？她是我闺蜜。是的。凭什么呀？因为她的手机太干净了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什么都查不到。我就好奇去看一下她跟她闺蜜聊了一些什么东西，了解一下她嘛。我又没看你闺蜜的一些隐私，我只看一下你跟她聊些什么东西啊。可是她当时那么生气，我为了维护你，差点就跟她闹翻了。这个闺蜜跟你是什么关系？你看人家的手机啊？没关系。这个是情侣，那你凭什么看人手机啊？我是好奇。那你好奇就能看人手机啊？因为我觉得男人和男人之间有话题，女人和女人之间有话题。不是，你看人家一个陌生女人的手机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也不是看陌生女人，因为我也。那你看人家一个认识女人的手机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但我也没有看她的隐私啊。你还没看人隐私，手机就是人家的隐私，你还要看什么呀？还干嘛了？他有一天早上起来，他说他做梦了，然后他就跑去营业厅去查那个记录，查我的通话记录，然后每一条的来问我，完了之后查手机、查电脑，就这样。你说这个事情，只是做了一个梦，他就这样子查我。我希望你做一些事情能够信任我，但是你还是。我后来还是查了东西出来了啊。你那时候不还是用那个网站继续浏览一些信息啊？你不是说好了跟他们断绝任何联系了吗？自从那次之后，我跟他们都没有联系，他们也不理我了。但是我喜欢，就是旅游是我的爱好。我在家里除了每天上班，就是除了上班以外，下班之后我就。你们纠结什么就分手呗？你心里又难受，你也难受，你们干嘛不分手啊？他当时做出了事情，我要分手，他不愿意分手。现在要分手，他一句话分手，我就应该跟他分手。我不分手啊，我就是不分手啊。那你要怎么样呢？我不想分手。不是，那你要怎样？我觉得除了不分手，不分手可以，不分手之后你要怎样？不是，主持人，我跟你说，你看你也是一个男的是吧？如果说你遇到我这样的事情，我很大度的原谅了他。我觉得就是2点啊。第一点，你不原谅，你离开；第二点，你原谅了就不要再提 ，OK 了？不是啊。主持人，我问一下，你作为一个男的，你觉得这个事情你就简单的说一句好吧，原谅你了，以前没发生过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我觉得不可以啊。为什么？他发生了事情，他做错了事情，你离开他呀。但这件事情什么？你就拿这个东西，你要弄他一辈子吗？你折磨你和他自己有意思吗？要不然你原谅他，要不然你放人走，你有什么权利这么去折磨他呢？我觉得这个不是。行吧，那你怎么着？不是说你现在跟女生聊天吗？聊什么呀？就是聊一些很平常的事情。是吗？
但是大多时候并不是这样的，他就问那美女，但是你有没有时间出来吃个饭啊？有没有时间出来看个电影啊？然后还去加别人的微信。啊，我那只是好玩，我说了那只是好玩。好玩吗？因为好玩吗？不好玩。好，现在我认为你做错这件事儿了，每天麻烦你给我写一个100字的忏悔书，你做得到吗？做得到啊！啊，做得到。我觉得做错了事情，我过来我应该忏悔啊。你做错了吗？我没错啊，我觉得你没错啊。我不觉得我哪里有错啊。你没错是吧？是啊。你难受吗，兄弟？你有没有意识到你这样其实挺折磨他，还挺折磨你自己的？因为有时候你也会哭，我对吧？很困惑，知道吗？本身这种事情作为一个男的发生在我身上，我真的我可以原谅他，可以接受他，但是总是别扭。是的，感觉就不是以前那种感觉，找不到刚开始的那种感觉。那就放他走啊！但是我也舍不得，我真的舍不得，因为我自己我年龄也这么大了，我也考虑以后的生活嘛。受得了吗？你觉得我犯了错误，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做了，但是你没有必要再去，就是说，在我闺蜜那边还让我难做，而且还有就是，最主要就是还跟其他女生去玩暧昧，我觉得我完全受不了这个。真的想要这份感情吗？想。啊，你们看怎么办吧，老师们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眼前是一个既可恨又可怜的男人，用惩罚别人来缓解自己的痛苦，是最愚蠢的一种做法。仿佛能够泄自己的私愤，惩罚了他，但其实一点用没有。你因此心里好受一点吗？我只是你解决了问题吗？所以翻回来说，你既可恨。我帮你啊找一下源头，你可能你知道这个源头之后，你就不这么纠结了。源头就是你根本就不爱这个女人，你以为自己很爱，你以为自己被自己很爱的女人背叛，你很倒霉，你很值得可怜，你应该获得所有人的同情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当众去羞辱她。他这么哭泣，为你做出了这么没有尊严的事情，一点也不心疼。如果你爱他，你一定会心疼。如果因为当时你自己不能调节自己的心态，你去做出了过分的事情之后，你一定会后悔，你一定会心疼，你一定会改。你有吗？一次又一次变本加厉的，你一定要完成这个，一定要完成那个，一点心疼都没有，你根本不爱这个女人。所以是时候自己调节，自己跳出这个怪圈，自我解脱呀。你自己可能心里还会好受一些，何必伤害呢？女孩，你有值得要去改进的地儿。他是误解了自己占有和爱之间的区别，自己把自己固定在了一个怪圈里头，无法自拔。而你同样也是，你没有自控能力，不够自爱。如果你有足够的自控能力以及自爱，你不会给那件事情发生的一个机会。你应该有
识别这些危险呀、尺度啊、分寸啊这些的能力，可你没有。马上你又一个能力的丧失又显现出来了，你没有一个自爱的能力。这个人，甭管你多爱他，甭管你多么自责，因为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，也不能丧失你的尊严。你是一个人，一个独立的人。如果这个人没有尊严、没有自爱的话，别人爱你什么？他只能是在你的屈服当中，在你的一步一步退让当中纵容自己，让自己越来越过分。所以，面对这么样一个人，一定要自尊自爱，然后增加自控能力，才能让自己在日后的生活当中不受到任何人的伤害。明白吗？所以这件事情是给你们两个分别的一个教训。好，谢谢。周老师，爱会让一个人疯狂，会让一个人嫉妒，也会让一个人内心扭曲。你们俩都被爱所扭曲了。男生的确做了很多不尊重而有伤害的一些事情，但这事儿换任何一个人心里也难以放得下。所以我们被爱扭曲了。他最大的问题恰恰在于，他想说宽恕，却又宽恕不了。就像你时常跟他说求求你原谅我，他说我恕你无罪，但一个恕字已经说明你是有罪的。你一直问主持人说，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样？要这事儿在你这就是一疙瘩，永远翻不过去。我觉得你们之间还是有爱，如果没有爱，不愿意这样去折磨彼此。但问题是在于，你一面让他难受，一边把自己也折磨得一塌糊涂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要这样？你只是这一点没有想通而已。那我想问你，如果今天不分手，什么时候是个头？什么时候这篇你能翻过去？你能把沙子揉碎在眼睛里？其实你回答不出来，你不知道这个心理过程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完成。那既然不知道，既然曾经在一起爱过，既然也惩罚了他这么久，那为什么还不放手？舍不得。舍不得，很多东西都舍不得。人活一辈子，有太多的东西都舍不得，最后还是舍得了呀。如果你老是谈舍不得，那你就太自私了。其实他也舍不得，他如果舍得，他就不会去受你的欺负，他也舍不得。但两个舍不得的人在一起，如果这边就是翻不过去，再舍不得在一起，那就一起死。放过他，也放过你自己，好不好？跟别人说一声对不起，就这样。今天其实我们在这个个案里面给我们最大启示的是底线，对吧？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不同的底线。我给你一个建议，要不然就好聚好散，该认错要认错，要不然就真的原谅，为爱再给彼此一个机会，想清楚，别再胡闹了，好吗？女生，错确实是错的啊，没有管理好，但是不因为这个而让自己失去做人最基本的东西。你已经失去了，不能再失去了。记住啊，来吧，黄金60秒。我觉得可能确实是我走不出这个结，一直在我记忆里面，导致我甚至做梦都可以梦到这件事情。我知道我对你做这件事情，希望你能够慢慢的开始相信我。因为我从行为上面就去改变了，也去向你认错了，然后给了你这么长的时间，有半年时间了，我都一直在给你机会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还是要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如果说我们能够和好的话，我不会在这边对你了。这小子说那声对不起的时候，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下来。两位请回吧，谢谢。
这个应该叫做一段虐恋吧？啊，挺虐心的。来，请关门，请关门啊！马老师，觉得这臭小子今天会放手吗？他如果放手，那我要起立替他鼓掌，哪怕他看不到。他不放手，我也能理解。反正我觉得很难，就可恨可怜，你知道吗？对。啊，薛总，你觉得他会放吗？会放吗？因为也许他就认识到自己不是那么爱。好吧，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。